我们邀请到很多听众都默默的写信说，很希望听到陈明老师介绍。没有很多啦，就只有一位啦。我都要把1变成100个这样子，以1传10，10再传10就100了。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一支。本来刚开始上市的时候，2023年吧，我记得刚上市的时候，哇，被骂到臭头啊！第一支的时候，对啊，结果第一支它的淡香水那一支，我那个真的是被骂到烦。我们还第一个率先那个上网路卖嘛，哇，真的评价不是很好，但是其实也不会不好。我后来知道它的差别是在，因为它跟之前爱马仕的风格有点落差，就是风格很不一样，对，所以大家对于就是这个爱马仕的期待又不太一样。然后因为它的味道，它又是淡香水，所以它没有那么强烈的特色。是。但是它到第2支的时候，淡香精它的反应就蛮好了。对。然后这是它的第3支。是，所以我刚刚谢谢林经理补充，我刚刚话还没讲完。这个到第2支之后，我真的是又开始造成旋风了。对啊。好，所以这常常告诉我们，不要做了一次就放弃了。通常你慢慢努力做，大家会看见。对。我觉得它很不错的是，它到第2支、第3支，慢慢那种氛围又起来。因为有时候它第1支，就是怎么说，它的那个风格，大家还没有适应它的时候，它可能要走大概1年多，它再推出第2支的时候，那个市场反应就又不一样。是。对，那其实再回头再去闻淡香水，也不差。对，就是其实它的味道是你需要一点时间去接受它。可是我听到就是因为人家会觉得说，这个跟原来淡香水啊，根本就是2支不一样的香水，闻起来就是完全是两回事。OK，它的那个名称，对啊，但这支的名称又完全不一样了啦。对，虽然一样叫 H24，对，但它又多了一个 Herbs，应该是草本。OK， 草本Herbs， 对，草本的 绿调的感觉。对，草本绿调。好，那这么强棒，我们一定要招一个强棒视觉大师来带我们一起走哦。香，赶快来闻一下，这个我还没闻过啦。对啊。绿绿的。对啊，而且你看它的包装，它有延续淡香精的颜色，再深一点，然后在旁边给它框一个突出的。其实设计上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有没有？真的有。而且它还不是给你全部都是绿对，你看有发现吗？哈，对，有一种设计感。好，来，老师这一款闻过没有？没有，还没有。一起来试试看。很喜欢绿感的，一定是会喜欢这支的。对，那我喜欢绿感，应该是我会喜欢。你看，这么够意思。哇，黑醋栗，是不是有绿调黑醋栗？有。柑橘皮，看一下它的香调。橘皮。前面就非常的柑橘，然后有那种绿感非常明显，有一种综合各种草本植物的那种清新舒活的感觉。这个赞！来，我们赶快先让老师开金口一下。老师，现在这个目前刚喷的前30秒，它很像那个，你知道那种大地，就是它是很清新的土壤感加那个叫做什么？葡萄柚果香。对，那个很清爽的、清新的那个果香在里面，还有香根草，把香根草揉得非常的舒服，完全没有那种绿叶的刺鼻感，完全没有。然后这个就变得很像是大家在那个田野上面，就是在那个大地之上那边奔跑的时候，然后跑的滚动式。对，然后气喘吁吁，然后像小孩子一样，边拿个芭乐在那里啃，然后在草地上这样奔跑。OK， 哇，咬着芭乐，然后在那边追来追去。对，好像小朋友在草原奔跑哦。对，这种心情是很愉快的。对，对不对？这个很容易让人家这个回想起小时候看到就一大片草原，心情特别好。
最好阳光又搭配这样晒下来，人又特别黑，就整个绿感，对啊，非常棒。来，林心很赞哎，我觉得这支真的会像老师讲，就是那个会联想到小时候的感觉，因为我们小时候比较会就是在那种赤着脚，然后在那种田野上跑嘛，对，然后可能没机会。你是哪里人？宜兰乡下，宜兰很多田，对，到现在都很多。对啊，以前我们那时候就是旁边就是田嘛，然后可能会在田或是田边那种，就是小河旁边那边跑啊、铲花啊什么那一种，跑来跑去。然后也会有那种树，那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是在树边，然后也会有就是像说在那种学校里面是跑的时候有那种金龟子。哇的那种味道，金龟子都出来了。就是可能在那种环境里面，你会有闻到那种就是金龟子，或是带绿啊，或是你可能小时候也会养金龟子啊，会把它弄一个小线那边，就是那边让它在那边飞啊。对，跟我一样，真的啊。而且我们线是那种，你知道那种工地不是那种水泥包，对，水泥包不是有白色那个线，是，他们都会拆完，对，他就直接往旁边丢，我们就会捡来，来绑金龟子、绑青蛙。对，然后因为小时候也会养蝉嘛，蝉也会有那种就是桑叶啊。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味道，蝉也有，金龟子有，然后它就是会有那个。你刚刚说，除了在草地上翻滚，我会觉得它的绿感非常的鲜明，会让我觉得很像是那种真的叶子在揉，有一点在揉的那种感觉。是 ，OK， 哇，这是很舒服哎，传达的画面应该让非常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回想到小时候的时候，对你有多久没有去宜兰采草坪田野间的感觉？是，那这个味道，也让我觉得，是我会非常喜欢那种绿感。对，那更重要的是，它是爱马仕的商业香，可是却有着沙龙香的水准哦。我从它一开始喷出来这个油油亮亮的，到它现在味道的变化，前调到中调，我觉得这个已经，我觉得商业香是不是慢慢的也在学习沙龙香，慢慢往这个市场靠。也不是，就是其实如果你不要特别去区分，因为你说我们所谓商业香，可能就是比较指品牌香嘛。对，就是它本身它这个品牌可能除了就是香水之外，它本身是有卖皮件啊、衣服啊、其他各种类的，它的我们就所谓叫它叫品牌香，叫商业香。对。但是它一样是由专业的调香师去把它调出前中后调，其实都一样啊，都是有这些前中后调的区别。对，只是说为什么我们之前有些会觉得商业香是不是就比较便宜的代表，或者因为的确是有一些它就是真的是为了量产，可能就是价位上也是1-2千块就可以让你很轻松的买到大量生产的商业香，因为它就是为了sale 嘛，就是它要作为商业香去生产出来的。是，但是爱马仕它是一个很大的品牌，你看它的价格其实就跟我们所谓我们买到的就是专门在研发这些香水的品牌，其实等级是差不多的。是，可能更好这样子。对，有难怪这一支风评会很好，它确实做出了水准。这比起淡香水这个强太多了啦，比起 H24的淡香水这个真的强太多了。好，老师有没有什么？既然都有观众点名指明要看陈明老师多讲话，那我就少讲一点，我们让老师多讲一点。目前这个前调，还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它的3调还蛮明显。对，因为现在走到中调，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清新的绿叶，然后又有苔藓感的气味。是，会有带一点潮湿吗？你觉得？没有，没什么，没有那种潮湿闷感，没有。它那个苔藓不要把它想象是那种水沟边啊那种地方，你把它想象是在树下，然后今天可能阳光透的进来，对，阳光普照的时候在树下，然后小朋友在玩捉迷藏，他躲在那里一边吃水果，水果吃完了他就躲在那里，然后手上沾满了，他因为躲起来他可能趴在地上，对，然后手上沾了很多的苔藓，
然后他没有洗干净，小朋友不太会洗干净，然后就跑回家。是，所以他然后妈妈就闻到，那手上都是这个味道。但是那个，因为他把那个土剥掉了，所以他手上呢就只有那个绿绿的那种苔藓，那种很清新苔藓感觉。是对，因为天气又很干燥，所以在他回到家之前，那个湿气已经被阳光蒸发掉。对，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味道也特别适合下雨天的时候闻，你会觉得很有除湿感，就是没有那种很阳光干燥的感觉。是舒服，OK，对，特别适合下雨天。闻到之后，因为它带着这个酸感的果香，又把那种能量又带出来了。我老师的画面在讲太精彩了，我都一直跟着你的文字跑这个画面出来。而且这支还蛮中性的，这到底是哪家的孩子？男生女生都蛮适合，男生女生都可以。OK， 好，我们前调先聊到这边，回头再来看看。既然老师说前中后调都做的有做出来哦，我们再来欣赏它的后调。好的，海坚。草本后调回来了，这支回来了。这一支后调依旧很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在有一点干稻草的味道呢。就是这种，你知道植物本来从一开场的时候是鲜绿的嘛，对，到后来你会好像陪着这个植物经过了它的一生，你会慢慢的回到了，又带到了它慢慢要枯黄枯萎掉的这种干燥感。它的视觉从青绿色转到了有一点深褐色的味道，你去感受一下。但是还是曾经的那个绿的还是有依稀的存在，但是更多的是那种干燥、干掉、枯黄的感觉。我不晓得老师现在感受怎么样？我没有到枯，我的感受是没有到枯黄，还没到枯黄。就你有没有觉得我从葡萄牙回来之后，一直有一种枯掉的感觉？你的心境，帝国那个衰亡之后，那个你的心遗留在葡萄牙，真的是。来，老师呢？好，是你，老师先。你还不到枯黄。对不对？没有到枯黄。对呀，因为你知道最近啊，在路边经过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那个芒果树，不会结了芒果。对，学校也好多。然后，但是那个芒果还没成熟，它外面那层果粉。然后呢，小朋友他可能想要去摘那个芒果下来，他也不管那个熟不熟了。小朋友不会管那么多，他想吃就吃这样。然后那种感觉。在树下是下午的时候，人家说我们来去玩那个，来去采芒果这样，那不会分辨成熟了没就乱打一通，是有点青青的那个味道吗？对，那种树下的那种，我觉得他好像在树下乘凉，树下在那里敲打芒果的那种心情一样。就是很期待、很兴奋。对，所以它没有那种任何的果香成熟在里面，但它有那样子。期待的那种，是心情。对，就不管是打赤脚在摘芒果，还是爬到树上去，拿着这个扫把去敲这个芒果树的果实，好这种调皮俏皮的感觉在哈。有时候小朋友他喜欢的是那个玩的过程，是摘的过程，而不是他真的觉得那个东西他一定要它很好吃。你真的讲得很好呢，难怪你粉丝那么多，真的。他就把说重点我不一定要吃到那个果实，我只要把它摘下来我就开心的过程，对不对？最厉害。对啊。那林心娣呢？我觉得它后面的味道还是很显香啊，就是跟它前面是绿感再更重一点。那我觉得它现在有一种火石，你知道那种是打火那种火石有没有？我觉得有一点那种就是火石带一点暖的感觉，微微的。对，它没有前面的烟硝味。对，它没有前面那么绿那么凉了。是，反而我觉得再沉稳下来一些的味道。但还是有带那个前面的绿，我觉得还是在，它没有到完全不见那样。是。对，但是那个香气还是很好闻。我老觉得这一支是，因为台湾人喜欢玫瑰味嘛，对不对？我们分别在不同的香水闻到过玫瑰青涩、
成长、成熟，然后到这个衰退期，就是这个4个阶段我们都有闻到过，还有像是褪色玫瑰是干燥的嘛，对不对？已经枯萎了嘛，对不对？但是我还没有闻过绿调可以把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表达的这么样的完整，我觉得这一支有做到，至少是我在绿调当中，我闻到一个有完整循环的。对啊，我觉得它整个还蛮有层次感的，就是是有变化的绿感，是，对，没错。因为我闻过的那种以绿叶为主调的香水，他们的那个绿意都是非常的霸道，气势很强，然后从头到尾我就是要让你闻到从头到尾都这样绿的一片这样子。我还闻过那个，就是你像是那个把那个一堆草呢揉碎，然后往你的鼻腔里塞的那种绿到让你会觉得太绿了。对，就好像你只闻得到很绿的感觉。但是它这一支，它从头到尾，它就是要把那个用一些大家一般人可以接受的那种，不管是果香、柑橘，然后呢，把它当作陪衬，把这个绿叶、把这个绿意柔和的非常的舒服，不会有任何的刺鼻或者是那种不习惯的感觉。是，对，把那种新鲜活力感有那种商业香的，让人家的那种高接受度，可是又有沙龙香的那种层次分明。对，说得真好，哇！来，那林心娣这一支有没有后调要帮我们补充的？好像补充，我刚突然想到，我们刚好像没有评分。对，我有想到。对，然后我现在突然想，我们该评分，又想到刚刚那次好像没。对，刚刚没评到。没关系。好 ，OK。那这一支，以绿感来说的话，老师你会给他几分？我会给他9.7。哎呦，老师很少给超过9.5的了。以绿感的味道来讲，是。那你为什么给他会到9.7这么高呢？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它是一支很有水准的，商业香。是。然后你光讲那商业香有点，其实太瞧不起它。可是因为他把那种层次感，对啊，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那种独特，你觉得你闻到它，你会觉得它就是跟一般的商业香就是不一样。没错。所以我觉得它很值得大家来真的。我也这么觉得，看看，没错。我也觉得，因为以我们家可以拿到那个爱马仕的价格来讲，我觉得每一支都很值得入，因为在他们柜上是完全不打折的，你就是原价入。对啊。然后这一支，好换。对，你会给他几分？我会给跟老师一样，9.7。是 ，OK。觉得它的味道很棒，而且可以很。持香，就有时候因为像爱马仕它之前比较花园系列的，有一个小缺点，我觉得它就没有那么持香。对。但这一次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因为而且加上它，因为它是淡香精啦，对，花园系列是淡香水，所以就是它有淡香精的很正常的表现，是还不错，然后又很实穿的味道。好，那换我了。这个我不像陈明老师给分给了这样的。精准到位又比较谨慎，我是比较随便的人，我一给都给9.9、10分，对，因为这个确实，所以你是要给10分的，你要觉得我要给10分，对啊，我听半天吗？到底是几分？9.9、10分，我要给10分。哦，这个居然活灵活现的把一个草本植物，绿色，我第一次闻到绿色的，从出生到最后枯萎，一个完整的循环阶段，真是太厉害了！在你前中后调一次都可以闻到，非常有水准，一定要来试试看，好不好？非常谢谢我们今天视觉大师陈明老师带我们回到小时候，大赤脚偷摘学校芒果，因为我们上礼拜才刚摘一颗回来，还在冰箱里的，那应该烂掉了。好，这个谢谢林心娣在镜头前的新造型，好不好？在下面帮他按赞鼓励一下，我们就知道。觉得好看，在下面留言哦。结果没有半个人。通常他们在听完前调的时候就没有再看下去。如果有看到最后的人，要记得帮我们留言哦。对了，好，下一次见喽。好，拜拜。